怎么了？也要起来做操了吗？乔绿，你这是被老婆扫地出门啦？算是吧。快捷酒店也是有住宿功能的，你非要抠门到睡会议室的话，能不能睡地上？这桌上的东西搬来搬去的，我还得收拾。在派出所睡板睡惯了，真要让我睡软垫吧，还真有点不适应。哎，程程来了吗？哦，主任说他在办公室等你。我怎么有点饿了？我给你买点儿。就这个方便面吗？这个吧，我给你泡，5分钟就好。你得让我跟你说多少遍才能记住？每天下班之后，早上上班之前把人都收拾好。顾盼不收拾，你也不收拾。还有这些文件，我是不是应该先敲个门？没事没事，大早上那么大火气，一个个不让人省心。说正事啊，我接到通知，律协勒令我停止执业，现在我的执业证被扣了，恐怕一时半会儿呢也转不了所。咱们所里是打算对我怎么安排？少廷，你看你这也没少遭罪，出来了呢，就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换换脑子。一呢，是把家里的事安顿安顿；二，是好好准备准备听证会的材料，咱把这些糟心事都了了，好不好？那不行，一码归一码啊，因为我的个人失误导致所里头承受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应该是由我来负责的呀。我联系了海港支队，他们说我的银行账户呢这周之内就会解封，但是问题来了，我这卡里头呢只有170多万，还不够赔所里的。这样吧，剩下的钱所里全出了。前提呢？前提是我不再去惹那些不该惹的人或事儿，是这意思吗？就当我花钱买个安生，200万。我的膝盖可能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张主任您想要的安生，200万不多。行，当我不懂事了，人情做了一半，200万就200万，爽快。你不会真的觉得，只要我不强出头，邝北平就不会针对你，或者咱们所吧？你不会真的觉得我怕那老头吧？你不是也说了吗？我是为了你。先生，你这么摊一堆，很影响别人使用啊。你们这的人怎么都怪怪的呀？怪什么怪？要完赶紧走。听顾盼说，你昨天睡会议室了。我都不知道你昨天出来，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你已经走了。到底怎么情况？黄不了婚这案子是你办的吧？是我办的，当定的卷，验物词还附在里面，回头你可以自己看。你不觉得这案子有什么问题吗？我知道，被害人朱红的尸体没有找到，但是王博和雷小坤对为了追讨债务绑架朱红的事实供认不讳，对把朱红锁进铁笼子的事实供认不讳，对把铁笼子踹下落差30米的山崖供认不讳，对这个铁笼子坠入关亭湾供认不讳。海港支队第2天在离案发地3公里的入海口处捞到了这个笼子，虽然笼子门是被撞开了，但是在笼子里找到的衣物碎片，经朱红的爱人严秋辨认，是属于被害人的。
王博、雷小坤驾乘车辆后备箱里找到了头发和皮肤组织的 DNA， 也是朱红的。再加上其他的目击证言，绑架朱红地点的监控录像，证据链是完整的。说到底，还是缺被害人的尸体。拜托，案发已经5个多月了，分局和市局会同各方专家已经研讨过很多次，京港众院为这个案子开会都开扯了去了。朱红在铁笼子里是被捆绑的，即便他有水下呼吸的超能力，以当时关亭湾的水深、流速、水温，任何一个条件都让他不可能活过半个小时。笼子上的锁，经勘验是笼体变形几段的，不是砸开的，也不是撬开的。朱红不是胡迪尼，他的尸体最大的可能性是被卷进了海里。也许有一天会随着潮汐飘回岸边，也许不会。胡迪尼是谁？不管他是谁，都不影响被害人的死亡推定。没有尸体。无人机扔2颗地狱火弹头下去，也找不到恐怖分子的尸体，好吗？不是一回事儿。这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你跟我一样清楚，这案子我办的没问题。你是在质疑我顶替了你的合伙人位置，还占了你的办公室吧？你当这是我怀疑？哎，这位女士啊，你怎么还在这儿？这是男厕所。你怎么又来了？你刚才不是尿过了吗？哎，你这说话什么意思啊？我有上厕所的权利，我爱尿几次尿几次，你管得着吗？啊，邓律师，我要告他。不好意思，对不起啊。误会。这是我一个单位的同事，发生点争执，只不过是场合不对。拿着东西走吧。请便。主任，您出去啊？哎，东子，什么事儿，主任？我听说乔尔廷的徒弟顶替他做合伙人了。我也听说了。哎，他那个徒弟叫什么来着？宏图。在我印象当中，他还是整天跟着乔少廷用后面唯唯诺诺的小姑娘。您这都哪年的事儿了？人家现在早就是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的洪律师了。我出来了啊！哎，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又是同行，你这非搞得跟那什么似的。那老爷子的手段你我都见识过，谨慎点没坏处。你找少廷谈过了？你这是谈妥了还是没谈妥？我没太明白他的意思。我现在啊，也是拿他没招了。之前带的那徒弟挺他吗？你说宏图啊？啊，那他是不是只能去找韩松河的儿子了？或者说，修真？哎，这么说吧，一个是大腿，一个是大白腿，换你报哪个？证据你不是第一天才看到，车辆没年检怎么了？去告保险公司啊，把现在交通事故的案子停下来。可是如果我们拖延这个审判程序，葛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这笔赔偿费用，他家的经济状况实在无法支撑。说什么？我想说，我在跟你强调的是这个职业的操守，只要不涉及违法犯罪问题，我们就应当无条件的、穷尽手段来维护客户的权益。当我没说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哎，东子，你说我跟少廷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跟你一样啊，都是为了兄弟。嗯，为了兄弟。明约阁餐饮集团在全国有70多家连锁店，自我还是石金律师的时候，咱们所就是他们的常年法律顾问。这样一个大客户，
凭什么近10年如一日的信任这里？是因为我们宅心仁厚？是因为能力？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在任何事情上为他们提供最强大的法律技术支持？这不是区区几10万的事儿，甚至不是一个集团客户的事儿，这是事务所的声誉问题。如果你想当一个圣母婊，这案子你不用办了。而且我非常愿意看到你坐在葛平家属那头，和我对挺。知道了，黄律师，我现在就去办。别忘了出购公司那边的事儿，催了好几天了，马上处理一下。怎么了，乔律？王博、雷小坤那案子的卷给我。谢了。乔律，你知道规矩的。非合伙人的律师想要调阅案卷，填一下书面申请和保密协议，找主任签个字。我这刚从张正屋里出来。你还站在这干嘛？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你都别逗了啊，我就过一眼。乔律师，麻烦你出门左转走10米，只要大领导点头，案卷你拿走。关门。乔律师，洪律师就这样，有时候说话冲。你是去舒购公司吗？啊，舒购公司的电商团队有个突发状况，需要去做个观察研讨。舒购公司是咱们所的常年客户，我以前老跟他们打交道，我跟你一块去吧。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处理。我不忙，也许能帮到你呢。找我有事儿啊？主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让我晋升合伙人？这话从何说起呢？现在乔律一回来，就在质疑我办的案子。啊，你说王博、雷小坤那案子？哎呀，他不是这案子折进去的吗？能理解。你看，这案子查的没问题，诉的没问题，审的没问题，你办的没问题，最后判的也没问题，那你就让他看呗，反正对结果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实质性影响。昨天是不是肖律师去看守所接的他？吃醋了？肖律师来咱们所办过好几件案子，从没出过问题。昨天跟乔律打了个照面，下午去开庭就给我整出幺蛾子。哦，你说芈月阁那个案子，那案子可能有点什么吧？再说少廷也不一定就跟这事儿有关系。我现在已经是合伙人了，你应该相信一个合伙人的判断。别说你是合伙人，就算有一天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别忘了，你也还是少廷带出来的徒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跟乔律也都是邝北平的徒弟。我爸还在医院等着挂专家号，先走了。你们电视购物的环节呢，是终端客户向你们下单，你们把订单呢发给商品厂家，厂家直接发货给终端客户，货到付款。现在呢，出现了多起有人先于厂家发货，把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发给终端客户，并且接收货款的情况。这种情形很像诈骗，我建议你们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收购本身还好办，但是收购背后是全球3大零售企业之一的 Marico， 任何下属分公司或者子公司的负面事件，都可能引发股价的波动。所以我们想先进行内部调查。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他？如果你核对一下订单泄露的状况，列个时间表的话，你会发现3个组的订单都在其中，但是3个主管当中，只有朱琪经常加班。用他的话说，他经常愿意用自己的时间去帮助那些还在试用期的业务员。您上周就应该开始休产假了吧？我这个组啊，有一半的业务员都是刚从培训部转过来的。如果说我不盯着他们，错一单，那他们试用期就到了。可是总得去生孩子呀。嗨，能盯一天是一天吧。现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这就业的形势也不太好。我还是想他们能够拿到正式的合同。3个业务组的订单是互通的吗？业务员的电脑上只显示给他派送的订单，我们各个组的主管的电脑上是可以在同一个系统里看到所有的订单。3个主管的电脑，业务员能看到吗？系统集成单据的页面是不可以让业务员看的。如果说我们离开工位，那电脑肯定是要锁屏的。这个规定真的是这样执行的吗？锁屏，肯定锁屏。别看我来的时间没他们2个长，但我这人做事情是最讲规则的。我是从国企出来的，你得按规矩来。要是出了问题，一旦查出你违反了规则，那你以前做出再好的成果都没用。所以你知道最近出现了多起订单被解的情况吗？肯定知道啊，3个业务组都有啊。这个情况也是我们3个商量好之后跟领导反映的呀。你认为订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就说3选1，那这个嫌疑范围也太小了呀，这太冒险了。我觉得可以查一下公司的网络系统，我们的系统可能被黑了。如果让你说啊，你觉得杜腾和朱琪谁的嫌疑更大？这你让我怎么说呢？又没有证据，总不可能随便咬人吧？别人可不一定这么想。反正我是没法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谁干的。哎，你知不知道，朱姐肚子里的孩子不一定是她丈夫的？你真这么认为？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佳答案了。其实你早就知道，对吧？要不要再斟酌一下？我要去向刘总汇报了。肖律师，朱琪应该是无辜的。我并不能决定谁有罪谁无辜。刘总现在问的是有什么疑点，我只能把有疑点的地方告诉他。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的话，自然会向公安机关报案，警察会找出谁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可你一旦说他是最大的嫌疑，那整个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会用看待罪犯的眼光去看待他。她是孕妇，不会被辞退的。我这样做并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你明明知道不是朱琪，真的不是他。对。朱琪在加班的时候是有另外2组的订单泄露，她加班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开电脑，她电脑登录登出的时间也是有记录的。我不该说是朱琪有嫌疑，我更应该说是3名主管在合伙的吃里扒外。或者像杜腾说的那样，有某个超级黑客摆着存有巨款的金融账户不去碰，偏偏黑进一个电购系统来，然后再精挑细选的截取几10万的订单。所有泄露的订单时间段都直接指向了朱琪在岗或者加班的时间，这很明显是。这很明显是刘总有意为之，他就是希望我们给出一个这样的答案，然后他拿着这个答案去向董事长或董事会呈报，而公司呢，无法开除朱琪。乔律师。你我都是律师，但您比我有资本，您可以任性，可以承受所谓正义带给您的任何结果，而我不行。收购是咱们所的重要客户，而刘瑞刘总是咱们的客户代表，
我不可能去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贼喊捉贼？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帮你。我没有让你帮我啊。对不起。乔律师，您是不是想教导我如何成为一名好律师？有些方向是个人选择，我教不了你。教授，处方的事您就别再担心了。再说您和严老先生都这么大岁数了，再拿药直接让他家属来就行，或者您直接给我打电话。东西都带齐了吧？宏图，宏图，怎么样，王雷？现在还不确定能不能取得上号，我先去处理点事儿，我再求求领导。啊，谢谢你了。没事。揉揉腿。再等等。办公区域。哎，南哥，我就不记得有哪个活是不急的。金港怎么样啊？你是不是也开始向往巡回法庭的工作了？你可知道这儿的巡回法庭管了4个省的案子，我们那帮同事一个个不是过劳肥就是过劳瘦，我这外来户算是全庭最轻松的一个了。马上就不轻松了，有复核案件，王博、李小坤故意杀害朱红的案子，你知道吧？知道啊，不都上新闻了吗？那不就是金港的案子吗？但听说没有找到被害人的尸体。金港中院把这个案子证据链锤了不下100遍了，判死刑了？判了，而且2名被告都没有上诉。那就是也认判决结果呗。但是这缺少尸体的定罪，哎，我记得之前业务学习咱们是不是看过一个类似的国外的案例？你说的应该是理查德·克拉夫斯杀妻案，不过国内也有同样的判法。我记得是个80年代的案子，也是没有找到尸体。那个案子最后还是找到了被害人的指甲和牙齿碎片，还有一些毛发以及骨头碎片的 DNA 证据。那这个案子现在没有任何法医学证据吗？一言难尽啊！你赶紧回来看卷吧。我这工作没结束呢，你要实在不行，我先进系统里看吧。你是第一次做复核啊，死刑卷是不能进系统的。那你干脆把卷带来金港呗，反正你要过来提讯被告人不正好？乔少廷，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把整卷都背下来。我知道你记忆力超赞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呢？那个我开玩笑呢，我忙完就回去啊。不用了。啊？我去金港找你。北平啊，你这么忙，这种小事就别亲自陪我来了。我不该来，你更不该来。拿药这种事儿，让你闺女来不就行了吗？严秋得带孩子，她现在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早年间也没什么事儿，估计就是岁数大了，天一潮就犯毛病。没事儿。哦，对了，害死我女婿那2个，什么时候执行死刑啊？老哥，全在我心上。先让司机送你回去，我还有点事儿。
我还以为一言不合就把你扔在这儿，自己开车走了。我没那么幼稚，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那更何况你说的也没错。对不起，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会锁里吗？上车。您是那种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有良心的律师。首先，我的证被扣了，我现在不是律师。至于良心那玩意儿，人人都有。我不知道目前在你的语境当中，良心算不算种讽刺？不是讽刺，我只是觉得在这两个案子里，相比较律师的职业性，您好像更倾向于某种个人的价值评判。要看你对律师的职业性是个什么概念了。我的理解可能很浅薄，就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权益。这不浅薄，你说的没错。但是，啊？我在等您下边要说的。哦，没有但是。宏图，哎，今天实在是加不上号了。我刚跟领导提这事儿，就被数落了一顿。没事没事，今天麻烦你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也没帮上忙。请146号红岸旗到5号专家门诊，请146号是你爸？是。到5号专家门诊。要不赶紧先进去看吧。行，我们先进去，回头给你打电话。好好好，走吗？把东西都拿好。谢谢你啊。没关系。那就拜托你，不是麻烦你。文华，你这也太见外了。是洪先生吧？是。来，谢谢您，大夫。没事。妈，你先进去。走吧。啊，我来吧。没事。这人上了岁数啊，腰椎难免出问题。我已经跟这医生打了招呼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就直接找他就行。汪主任。你为什么要帮我？我知道，你不会平白无故帮我。需要我做什么？我需要你做什么？我需要你什么都不做，可以吗？是不是只要我不帮他，什么都不做，你就能让我随时都有父亲来看病？这是你的孝心，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去办点别的事儿，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谢谢您。我有个问题想要问您。问。如何才能做好律师？你是想做好律师呢，还是做好律师？前者靠努力，后者靠天性。哪个更重要？都重要。二者发生冲突呢？看取舍。还算一见如故呢，够专情的呀，也没换换。习惯这股香气了，味儿正，性价比高，适合我。你好，麻烦再来一瓶。唐丽，你可是近海远洋捕捞行里的头头摆了。我大概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了。有什么事儿跟兄弟说。谢谢。还真有个事儿，我有个同学啊，在这事儿上把命给搭进去了。
我想让你帮我找点东西，都在里边了。先喝点儿。还有个事儿呢，我不太好意思说。哎，不好意思4个字儿你都说出来，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我想借点钱。你什么意思？就是那种小额借贷，你懂的。洪律师，舒克公司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刘总说电购团队可能有内鬼，我和他们团队的3个主管都已经聊过了。谁的嫌疑比较大？刘总的嫌疑比较大。这个结果是需要你向刘总直接呈报的吧？我和刘总汇报。不用告诉我。你处理好了吗？那就不用告诉我具体细节。明月阁的诉讼材料准备好了吗？这是起诉全安保险公司的起诉状和证据目录，您过目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带上授权委托书去明月阁一并盖章了。其他的手续也别落下。法人和企业资质的信息一定不能出错。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都已经准备好了，相关信息也在天眼查上核对过了。洪律师，到办公室来的。在这儿等我。26万，你过过？不用，一哥介绍的朋友，我信得过。你这车压不压就这么回事儿，还得是人经营面子大。谁说我脸大呢？那我就再大点儿，这利息再降降，10个点，就这么定。我跟你说，乔律师可是大人物，保不齐你哪天马高凳短，求得着人家，知道吗？喝了。就当交个朋友，我跟这哥们儿也算一见如故。走了，不送。谢了。这10个点也不少，你到时候要真是还不上，跟我说，我再想办法。你都为我搭上那么大一人情了，你放心，能还上。哎，玉，这么就出去了？不是，人家要劫你色，我倒不担心，就把这钱要是抢了，我叫个出租车。歇了，别嫌次。手动挡会开吧？特别烧机油，勤加着点。谢了。东西先放这儿吧。明月阁的案子，原告撤诉了。啊？怎么会？明月阁的吴总和对方在庭外和解了，具体的赔款数额还不清楚。但既然对方撤诉，说明赔款已经落实了。至于诉不诉保险公司，吴总打算先和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理赔事宜，不用现在就搞。那这个案子结案了，订卷吧。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出去了。
肖律师，你刚才显得有点过于惊讶了。我就是希望葛平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的游戏当中去耽误救治。过关，干了。不行，我干不了。葛平的那个姓孙的代理律师可谨慎了，就跟我有什么阴谋似的。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我的名字吧？但是那个孙律师走的时候提到你了。他说什么？他说他替葛平谢谢我，还有他让我替他转达对肖律师的谢意。他还说没有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但是他知道，他会记得。什么情况？对了，那什么，你稍等啊。25万，剩下的175万，等到我银行账户解封之后，我立马转给你。来。哎，你说我想花钱买个太平，怎么就这么难呢？不难。哎呀，还是你膝下有金山啊！哎，你让宏图把那个王博、雷小坤案的案卷给我。哎，闽月阁这案子私下和解了，你知道了吧？据说对方律师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开窍了，以阻塞消防通道、湿滑地面没有安置警示牌、私自规划。允许机动车在酒店门口人行区域里行驶，以及原告葛平在春节期间被强制要求20多个小时在工作岗位，要向交管部门还有劳动局举报。这吴总啊，就害怕闽月阁被封门，也就答应私下和解了，赔40多万。那吴总也别嫌肉疼，你问问他，给他40万，撞他个8级伤残。他自己乐不乐意啊？哎，这个结果还真不算糟糕，但我就是有一点没想明白，你说这庭都开了，怎么对方律师就能想出从这个角度来逼迫闽月阁和解呢？都是律师，谁也别装傻。烟呀！啊？你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戒烟了，哎，为什么？你进看守所，我进医院，这儿支个架。本来呢，都推到手术室门口了，又推出来了。怎么了？人认为你没治了？就是甲状腺出问题了，他们说是被气的。哎，行了，不说这个了。我这也要去跟吴总一块儿吃饭，商量一下后面保险公司赔偿的事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我不去了，不吃当事人的饭，你知道的。我知道，我买单行不行啊？那也不去。不过啊，可以适当的让这个吴总买单，他活该。行。哎，你这刚回来，怎么就非得跟宏图过不去呢？没有啊，我就是想看一下王博、雷小坤的案子呀。嘿，人家可是觉得你在针对他。他的案子办得没问题，就不怕我针对啊？是，可这案子啊，从头我都盯着呢，宏图办的没毛病。再说他不是你教出来的吗？他你都不信啊？改改吧。什么呀？
大写的言不由衷。少廷，真的算了吧，咱们已经扳倒过邝北平一次了，以后肯定还有机会。但是啊，绝不是现在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你陷得太深。在我被公安机关羁押的时候，你并没有想过为我做些什么。一方面呢，你相信我不会杀人，对不对？对，谢谢你。另一方面呢，是你更加的相信我，一旦出来之后，会继续咬着这个案子不放。邝北平他想搞死我，虽然我跟他认怂了，但他还是会搞死我。被关这么多天，这只是个开始。暂停职业资格，就只是道开胃菜。我不知道他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罢休。听我的，只要你罢休了，他就罢休了。怎么可能呢？你忘了？当初我们一起把他搞下台，他有多恨我，他就有多恨你。为什么现在他对我格外青睐呢？那是因为他相信，他也相信你和唐初相信的，即便是我在他面前跪下了，他也认为我不会变。现在你明白了，爱我的人，恨我的人，甚至我瞧不起的人，还有共事的人，所有人，他们都相信我，乔少廷不会变。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曾经跪下过，那不是做做样子，是彻彻底底的跪下过。成年人谁没跪过？我每天给所有人跪。去你妈的所有人！去你妈的乔少廷！吃饭吧，别迟到了。如果你记忆力没错的话，南哥，这案子金港中院判的没什么毛病。刑事审判和死刑复核是两回事儿，复核不过的案子，并不代表他审的或者判的有问题。京港中院和海港支队单独附卷里边那2份说明你看了吗？看了，不是说王博、雷小坤最开始委托的代理律师涉嫌贿赂在银行工作的老同学做伪证，被刑事拘留了吗？哦，我看天眼查上这哥们儿信息是挺全的，曾经是德智所的合伙人之一，还说是全国10家律师，办过挺多大案子的。而且在圈内也挺有名气的。他那个老同学还死了，他涉嫌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应该是以提供毒品的方式过失致人死亡更准确一些。这个叫乔少廷的律师啊，总是能搞出点事情来。你认识这个律师啊？不认识，不过听我师傅提起过好几次他的名字，大概意思就是说，代理个死刑复核还这么刚的家伙，挺少见的。那你说京港中院和海港刑侦支队把这2份说明放在附卷里是什么意思？他们觉得这案子判的有问题？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找人去查询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财务状况，而且他找的这个人呢还恰好就挂了，这要搁谁看是不是都会觉得挺可疑的？那咱们明天要不要赶紧去提讯一下被告人啊？咱们先拜访一下海港支队。我这是第1次做复核啊。以你的经验，当地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会不会对咱们很抵触啊？人命关天的事儿，抵触不抵触，都得过最高院这一关。
收购集团的高层找到我，说他们下属的电购公司有内鬼。经理报上来的调查结果说，是那个姓刘的经理，他就是吃里扒外的那个，而且他还想借机栽赃给一个他想开除掉的中管。那个中管呢是一个孕妇，按劳动法规定不能被开除，不过要以牵扯犯罪行为来要挟他，或者通过流言蜚语给他制造压力，很有可能迫使他主动离职。有证据吗？核查一下泄露订单的出单时间和所有管理者登录订单库的后台记录，你会归总出证据的。这事儿我要是办妥了，我可就干脆连那个电购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一块给撬走了啊！随你的便，反正也不是我的活。你找我见面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我还以为是乔少廷那边。如果你撬走了电购公司的法律顾问呢，你拿到的顾问费，我要分一半。当然没有问题啊！我还以为我们之间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一事一议啊。这2天，乔律师陪我处理了2件事情，让我增加了不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要善良？不好说，但是他肯定比你聪明。乔少廷确实是京港最好的律师，他值得你我冒险。儿子。爸爸给你带了好吃的，吃不吃？吃。爸爸帮我拿一下，我拿不住。自己事情自己做，快下来，快点。你也在家里待了那么多天了，你想不想回去跟你们幼儿园的小伙伴一起玩啊？不想去幼儿园。为什么？你能不能和老师说我病了？哎，你说你这孩子，这谁教你的呀？这不撒谎吗？不能这样啊！我们班有个男生叫99，他老是打我。他是只欺负你呢，还是说所有人他都欺负？就只欺负我一个。他追着我打，我不理他，他还打我。爸爸，你能帮我打他吗？这恐怕不行啊！这小朋友的事情要自己解决的。但是如果你要把他打坏了，那爸爸可以解决。那我就躲在边上，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一下跑出来打他。这也太阴狠了吧！谁教你的？你记住了啊！大老爷们儿，明人不做暗事，除非别人主动欺负你，否则你不能动。但如果别人一旦动你了，你就给我打他。明人不做暗事，知道吧？谁让你吃这么甜的东西了？啊？我给他骂。跟他没关系，你要骂的话，你骂我，你别骂他。是，除了你还有谁啊？那个，儿子，爸爸跟妈妈说几句话，你到别的地方去玩去，小心啊，别摔了。把东西拿着，真乖。哎，表找回来了，啊？我还以为你丢了呢。丢什么呀？这表不是一直都在吗？只闻咖啡的时候就没见你在，还用袖子挡着，怕我看见啊？你想多了。你下来。好。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困难人人都有，我能解决。你是不是打算继续查那个案子？就是让你逮进去那个？你觉得呢？我觉得除了我年老色衰，以及你变心劈腿之外，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你一出来就非得跟我签这离婚协议。不能说你不了解我，只是你太高看我了。其实，在前天晚上我们见面之后，我才想清楚的。你京港银行的约我到江州银行见面，几个意思啊？
准备跳槽啊？不亮。你的选择，在你决定之前都做好了。啊？什么？没什么。你天性如此嘛，是吧？光北平不会放过我的，还有我们所。这段时间呢，我会尽量有空就回来陪阿祖玩。房贷呢，我会一直还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你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跟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会跟你说呀。我知道，为了你自己，你肯定不会说，但是为了阿祖，请你记得，你还有一个能帮得上忙的前夫就好。你回头把协议寄到律所就好了。下次爸爸还给你带吃的。被告律师，原告认为你们之间就是一种借贷关系，认可吗？不认可。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对项目是共同出资，实操层面也是共同运作和经营的。更何况在风险和收益问题上，并没有设定任何的保底条款，所以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合作。合作？对。我现在职业证被暂扣，而你却可以出庭。另一方面，我拥有你最需要的东西——办案经验、案源。每一个新入行的律师最需要的就是案源。我现在是有活干不了，你是有本事没那么多活。所以你觉得我们俩可以互补是吗？是不是很完美？太过完美了。我是说，原告对于进口车的衡量标准完美到有些苛刻。被告销售的汽车确实是进口车，只不过车辆进口采用的是 CKD 的方式。请被告律师解释一下。Completely knocked down， 这是一个贸易名词，指的是把进口车全部拆散为零件，再以零件进口的方式在国内重新组装。为什么要这么做？能够大幅合法地降低进口税费，而原告作为购买者也确实享受到了因税费降低而带来的价格优惠。这是不是更像合资车的生产方式？不是，合资车一般都有10%到60%的国产化率，而被告销售的汽车，哪怕一颗螺丝都是进口的。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但是像乔律师这样资深前辈，为什么会纡尊降贵地找我合作？首先，我认为你是个业务能力出色的律师。其次，在刑事要件上，你是个有本的律师。我现在不算。再就是，所有我介绍过来的案件收入，扣税之后，我要分一半。那不行。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销售代理协议，只规定了每平方米16000元到18000元的销售定价空间。至于被告是否能把受托房屋销售到18000元以上，恰恰是被告通过了努力营销取得的成果和收益。原告无权就这部分溢价收益向被告主张权利。可原告认为，能够高于你们约定的最高单价完成销售，并不是因为被告工作努力，而是因为整个地区房价上涨所导致的。不管原告主张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份合法且符合双方真实意图的民事合同。被告并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所有通过履行合同取得的合法收益，自然归被告所有。原告凭什么要求分走一半？我除了可以给你带来案源，还可以帮你分析案件的法律关系，找出争议焦点，组织抗辩证据。这些倒不麻烦您，我自己可以搞定。好吧，我可以开车。哎呦，字面意义上的，我有车，我可以给你当司机。这倒是会方便很多。有辆车呢也很加分。要不这样，46。我不光是司机，你看着我乔少廷，给你当全职助理。张主任说所里给我派的案子也快开庭了，不会和咱们的案子撞上吧？如果真碰上撞停事故，可以打电话给合议庭协调。法院要是不同意改时间呢？嗨，到时候再说呗。你之前不是说咱们合作你也有个条件吗？是什么具体还没说呢？这个
到时候再说也可以。这王博、雷小坤的案子不是审结了吗？现在是死刑复核阶段，我想把这案子跟完。我知道我还没有拿到代理权，但是我可以想办法。我怎么觉得不是想跟完这么简单？被告人自己都没上诉的案子，死刑复核阶段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吗？这个程序的设置必定有它的意义，辩护嘛，有总比没有强。哎，乔律师，我怎么记得之前您开的不是这辆车啊？代步嘛，有车总比没车强啊！上车。那也就是说，条件是让我继续跟进王博和雷小坤的案子。您在外边做事，我在法院出面，那费用怎么算啊？什么？费用？什么费用啊？一个被告人自己都没有上诉的案子，就算拿到了代理权，人家家属也不一定会付费的。可是我是不做义工的，乔律师。你开个价。按照一般的收费标准，死刑复核阶段2、3万吧。行，就按3万算。前一阶段的是我代理的，死刑复核阶段费用减半，我拿出1万5来跟你分。哎，不对啊，前一阶段不是您代理的，您进去了，所以就是3万。好，3万就3万，我俩5-5开，我给你1万5，行了吧？这个案子不属于我们合作的案子，是您找我帮忙，相当于呢挂靠费。肖律师，你这就有点乘人之危了。那实在没办法，你只能找别的律师了，我是没意见。3万，都给你。至于吗？3万块钱笑得跟5个似的。就是觉得我猜对了。猜对什么？绝不只是想跟完而已。你去开谁的庭？创辉销售公司和新泉房地产。我问的是，这案子是哪个合伙人派给你的？不是所里的案子。你自己接的案子？我怎么没在行政那儿看到收案记录？你是怎么拿到盖章的代理协议和所函的？这案子是我介绍的，行政可能就登记到我名下了。我刚从张正那儿出来，跟他打过招呼了，以及进门的时候忘了敲门，对不起。这是调卷申请和保密协议，张正都签过字了，麻烦你。王博、雷小坤那案子的卷，给我看一下。瞧你说的，这么见外干嘛？上次跟你开个玩笑，你居然当真了。来，安珍，你看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问我。等你看完了，记得给我点评点评。哦，对，正好，现在有一个刑案要交给小肖去办。这孩子毕竟入行时间不长，没怎么出过刑庭，经验上还是有点欠缺。你正好帮他参详参详，就当社会关门弟子吧。案件材料都在顾盼那儿，直接去取吧。尽早会见，马上就要开庭了。好的，知道了。宏图啊，怎么了，乔律？
这以后气就抠指甲的习惯得改改了，否则开庭的时候很容易被对方律师就看出来。不错。